美国人做世界警察，最重要的资本就是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以核动力航母为核心呢，10几艘军舰形成的火力可以轻松扫平多数的小国家。这种认知呢，再普遍不过了。不过呢，我却要问一个问题啊：如果美国的航母被导弹击中，有一天呢会被轻易击沉，甚至整个舰队都被歼灭，那么美国的霸权体系会瞬间解体吗？3月25日，林肯号航母在伊朗巡航导弹的逼迫下进行了异常的机动。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在查巴哈尔空域呢被本土防空系统击落坠海。这些战损数据不仅宣告了美军高科技兵器的零损失、高压制的神话破产，更是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军事专家的眼里投射出一个极度清晰的推演结论啊：美国的常规威慑力已经严重透支了。如果今天在西太平洋爆发一场高强度的冲突，美国太平洋舰队面临的将不再是受挫，而是物理意义上的全军覆没。各位早上中午半夜起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仁，感谢点赞和关注啊，您的举手之劳呢对我非常重要啊。今天呢，美军中央司令部的社交媒体上用大写的 Force 来否认 F-18 的坠落和航母受损。这种急躁本身呢，就暴露出了战略的虚弱啊。现代美军的作战模型建立在一个极其脆弱的假设上，通过绝对的技术代差，实现单向透明的降维屠杀。一架 FA-18EF 的飞离成本超过了7000万美元，而林肯号这样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连同其舰载机联队和护航编队，是一个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超级资产节点。反观伊朗呢，他们用来破局的武器是什么呢？是卡德尔反舰巡航导弹。这是一款基于上世纪技术演进的亚音速反舰导弹，射程呢大概在120到300公里之间。它的核心战术动作只有一个：掠海飞行。在末端突防时呢，将飞行高度压制到海平面以上几米，利用海面杂波和地球曲率呢，极致压缩宙斯盾雷达的发现距离。伊朗的廉价导弹迫使林肯号航母编队进行规避机动时，海战的底层逻辑呢就已经变了。美国的防御系统呢是分层的，外层呢是预警机巡逻，中层呢是标准6防空导弹，内层呢是海麻雀和密集阵近防系统。航母被迫机动，这意味着外接拦截圈已经被刺穿了。伊朗不需要击沉航母，只需要证明其具备穿透美军防御网的能力，美国的战略信用呢就直接破产了。在这场非对称的博弈中啊，伊朗用了成本几十万美元的导弹去兑换美军价值几千万甚至上百亿的战略资产。美军追求的是体面，是完美，是国内的选票的政治正确，而伊朗打的是消耗，是生存底线。当 F-18 冒着黑烟坠毁在了印度洋的那一刻，美军在冷战后积累的技术不可战胜的心理压制已经彻底被抹平了。美国急于宣布胜利啊，根本原因就是在其军工体系已经无法支撑这种高昂的消耗战了。美国在号称史诗狂怒行动中打击了上万个目标，动用了 B-2 隐身轰炸机、B-52H 及大批量的舰载机啊。表面上看火力很刚猛，但实际上这是用黄金在砸石头。摧毁伊朗几个雷达站、几个地下掩体，美军要消耗大量的战斧巡航导弹和联合直接攻击弹药，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的经济与后勤参数：弹药的生产替换率。战斧导弹的单价超过了200万美元，而且由于美国国内军工产业链的空心化，其年产量是极为有限的。前不久，美国海军甚至还暴露出了自我造成的战斧导弹短缺。美国呢，在波斯湾每发射一枚精确制导武器，其在全球其他热点地区，尤其是印太地区的库存就会减少1分。伊朗的模型就非常清晰了，分布式部署、地下化隐藏、廉价化量产。伊朗不需要在制空权上与美军硬碰硬，他们只需要保持导弹和无人机持续输出，这就能逼迫美军不断发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防空拦截弹比如标准2或者爱国者的导弹。在这场消耗战中，美国不仅在透支其精确制导弹药库的库存，更是在透支其作为全球霸主的战略威慑力。
当你用尽全力去锤击一个地区性强国，却发现对方依然能击落你的主力战机，威胁你的航母时，这种胜利实际上就是一种战术的慢性自杀。当美军在波斯湾因为几枚亚音速巡航导弹和老式防空体系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太平洋的彼岸，中国军方正在冷静地收集数据啊。中国呢，看懂了美国的疲软，并用一套完全不同量级的体系啊，重新定义了太平洋的规则。如果伊朗的卡德尔导弹都能让美军航母退避三舍，那么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火箭军和海军的体系化火力网，美军的太平洋舰队生存概率是多少呢？答案是无限趋近于零啊。我们来看一组硬核的军事数据。首先，中国不是伊朗哦，中国拥有全球最庞大、最复杂的陆基导弹库。美军忌惮的是东风 21D， 射程有1500公里，和东风26射程4000公里的中远程弹道导弹。东风26不仅具备核常兼备的打击能力，其末端的主动雷达引导头和机动载入载具的设计，使其能够对移动中的航空母舰实施灌顶打击。而在2025年最新曝光的东风27，更是将这种打击范围呢延伸到了5000到8000公里，采取了高超音速滑翔体，足以覆盖夏威夷以西以及所有的美军海上资产。不仅是陆基，中国海军的水面火力核心055万吨驱逐舰已经彻底改变了海战的规则。055大驱满载排水量超过了13000吨啊，装备112单元的大型通用垂直发射系统，其配备的 SX 双波段 346B 型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探测，在探测距离和精度上超越了美军现役的宙斯盾系统。更致命的是啊，055搭载了鹰击21高超音速反舰导弹，这是一款让美军航母指挥官绝望的武器。它的射程呢超过了1500公里，末端突防超过了10马赫。美军的伯克级驱逐舰标准6导弹在面对亚音速掠海导弹时尚且手忙脚乱，面对以10倍音速从天而降的鹰击21，其拦截窗口呢只有短短几秒钟，系统根本来不及进行火控解算的。如果说伊朗是用非对称的游击战术来恶心美军，那么中国在西太平洋构建的那是一套堂堂正正的以绝对技术碾压为基础的死亡巨之网。如果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如果与中国开战，他们面临的将不仅仅是铺天盖地的导弹，还有已经丧失殆尽的制空权。过去几十年，美军的底气来源于其先进的战斗机群和庞大的空中加油预警体系，但是今天这个优势已经易主了。解放军空军的歼 20A 隐形战斗机已经迎来了它的完全体，换装了国产涡扇15发动机。这款发动机的最大加力推力达到了 18.5 吨，推重比超过了10。这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的动力心脏病，更让歼 20A 实现了不开加力的情况下的 1.8 马赫超音速巡航，最高速度可达到 2.6 马赫，燃油效率呢提高了 40%， 使其作战半径呢大幅扩展到了1550到1800公里。这意味着呢歼 20A 在第一岛链拥有绝对的机动和制空优势，美军的 F-35 在航程和超音速拦截体系上已经被全面压制了。不仅如此，中国将其货机运20改成大型空中加油机，这种模块化的多用途运输机可以携带90吨燃油。伴随着这种空中加油机的大批量服役，歼20、歼16以及轰 6N 的打击半径将成倍的放大，直接将战火烧到了第二岛链的关岛。同时，未来战争的形态正在被有人无人机协同改写。中国公开展示的利剑型无人隐身作战飞机采用了无尾飞翼布局和内埋弹舱，隐身性能极佳。它不仅可以作为歼20的中程僚机前出执行高危防空压制任务，还被发现频繁出现在武汉的航母模拟甲板和未来的076型两栖攻击舰上。隐身无人机群的加入意味着美军航母编队防空雷达将被海量假目标、电子干扰和隐身突防器瞬间填满，太平洋舰队引以为傲的态势感知能力将被彻底瘫痪。如果中美在太平洋爆发冲突，战争的形态绝对不是二战时期的中途岛海战，也不是美军在中东习惯的单向虐菜，而是一场急速的节点瘫痪式的体系绞杀。
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兵力投送极度依赖前沿基地，如日本的冲绳、横须贺、韩国的平泽以及关岛的安德森基地和航母打击群。这些固定的基地和缓慢移动的航母，在解放军的打击模型中已经变成了预设好坐标的活靶子。战争一旦打响，第一波绝对不是战斗机狗斗，而是来自火箭军的饱和式导弹洗地。东风17高超音速滑翔弹将凭借其诡谲的弹道，在几分钟内撕碎美日韩基地的反导雷达和指挥中心。紧接着呢，数百枚长剑100巡航导弹和东风21、26将对机场跑道、油库和港口设施进行精确摧毁。美军引以为傲的 F-22 和 F-35因为跑道被毁而根本无法升空，或者在升空后发现预警机和加油机已经被中国射程超过200公里的霹雳15乃至射程更远的空轰导弹定点清除了。失去了陆基基地的依托，游弋在菲律宾海的美国航母编队将成为孤岛。此时，中国天基的通信技术实验卫星和覆盖大洋的超视距雷达已经牢牢锁定了美军舰队的位置。055驱逐舰前出，轰六文搭载空射弹道导弹进入发射阵位，水下093、095核潜艇就位。面临来自太空、平流层、海面和水下的多轴向高超音速饱和打击，美军的防空系统将瞬间过载。不需要全部的命中只需要2到3枚鹰击21或者东风26突破拦截圈，砸在飞行甲板上，一艘10万吨级的核动力航母就会瞬间被截成2段。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五角大楼的智库在无数次的兵棋推演中都得出同样一个结论：在第一岛链内，美军没有任何的胜算。太平洋舰队不是来打仗的，他们只是来送人头的。他们的全军覆没不是因为水兵他不够勇敢，而是因为兵器代差、工业产能和体系化火力面前不站在他们的一边。视频看到这里呢，一定会有人问既然中国在太平洋的军力已经具备了和美军的压倒性优势，美国在中东又暴露出了外强中干的疲态，为什么中国迟迟不动手？这种疑问恰恰是用了一战、二战的领土争夺思维去权衡21世纪的大国博弈。中国呢，看透了美国的疲软，但中国选择的是比直接击沉一艘航母更高维度的战略，用质的引领实现全球地缘经济的自然更替。我们回看中国目前的经济和工业版图，当美国把数百亿美元扔进中东的沙子里，试图维持一个破碎的单极秩序时，中国在干什么呢？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连续多年全球第一，专家预测未来3年中国电动车出口欧盟的年均增速将保持在 20% 左右。在电池回收、碳足迹、智能驾驶和固态电池领域，中国在全世界里也是遥遥领先而在造船业，中国拥有2300万吨的年造船产能，而美国不足10万吨，两国造船能力的差距是惊人的200多倍。美军的海军甚至连日常的舰艇维护都面临船务短缺的窘境中国的逻辑呢，是战争只是手段，国家利益的扩张才是目的。如果通过全产业链的输出、新能源的全球化布局以及人民币结算体系的推进，就能让美国的经济霸权和工业基础自然萎缩，那为什么还要主动打断自己躺赢的进程，去打一场会引发全球供应链动荡的热战呢？中国的军力爆发，包括核弹头数量的增加、3个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的建设、北斗3号全球导航系统的覆盖，其核心并不是为了主动挑起第3次世界大战，而是为了构建一个绝对安全的底座。这个底座的作用是告诉华盛顿不要试图用军事冒险来打断中国的经济升级，因为你打不赢，而且代价你也承受不起。美国在中东拼命用导弹和谎言来证实自己的胜利这恰恰是帝国黄昏时最无力的回光返照。他们越是急着证明自己，越是暴露其在真实战场上的节节败退。而在太平洋西岸，一个拥有万吨大驱、隐形战机、高超音速导弹和恐怖工业产能的体系，正静静地看着这场表演。世界格局的交替未必需要伴随着航母的沉没和太平洋的沸腾。当美军在中东连连受挫的时候，太平洋舰队的命运其实早在造船厂的产能数据和导弹的射程参数数据中被注定了。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美国的战术修辞
掩盖不了其战略溃败的倒计时。好了，本期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五人，感谢各位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呢，欢迎点赞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